阿奴看马嬷嬷拒绝了他，行，死婆子，既然说好的不行，那就别怪我动心眼子了。马嬷嬷，我不舒服了。不舒服你也得给我挺着，真当这是你。马嬷嬷的话还未说完，阿奴手里的托盘就撇了，直接砸到马嬷嬷脚背上。哎呦，疼得他大叫，正想举起戒尺狠狠打阿奴一顿，结果一抬头，人已经在地上躺着了。你少在这给我装死，赶紧起来站着！还使劲地踹了一脚，结果阿奴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听都没有。马嬷嬷又踹了一脚，结果阿奴还是没反应，这才俯身蹲了下来，将手伸到阿奴鼻子下，当时吓了一跳，咋感觉像是没气儿了呢？正想着要不要让人过来瞧瞧，常平就从外面走了进来。马嬷嬷，哎，常总管，您来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马嬷嬷赶忙挡在阿奴前面，常平就像是没看到地上躺着的阿奴似的，笑着看向马嬷嬷。啊，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来看看我们院子里的人规矩学得怎么样了。哎，人呢？怎么没见我们家阿奴呢？哦，您是来找那丫头的，她学得挺好的，就是身子有点弱。什么意思啊？常平看向了马嬷嬷，脸色明显沉了下来。切，没站一会儿就晕了。阿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赶忙冲到跟前，探了探他的鼻息，这下表情更丰富了。这都没有多少劲儿了，快来人呐！扯着脖子冲着门口下人招手，又咬牙切齿地看向了马嬷嬷。马嬷嬷，我们是来学规矩的，不是来送命的。哎呦，常总管，这也怨不得我，我没打他，没骂他，是这丫头，她身子太弱了，这你看看。我没时间跟你说别的，你最好祈祷这丫头没事，要不然你自己去跟世子说吧。常平气得胸脯子一个劲儿的鼓，说完就冲着家丁招了招手。还磨蹭什么呢？赶紧把人给我抬走！哎呦，常总管，我真没把这丫头怎么样，她真的是自己晕倒的，不信你问他们。你跟我说这个没用，我们院子里就这一个丫头，世子对她极其重视，若真是有个好歹，就以我们世子那脾气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常平猛地一甩手，气呼呼走了。常总管，马嬷嬷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完了，这下摊上事儿了，早知晓就不刁难那丫头了。娄玄义正在院子里站着，就见常平他们将阿奴给抬了回来。怎么回事？装了，赶紧起来吧。常平无语地翻了一个大白眼，到现在都一动不动，装的还挺像的。嘿，常平大哥，你太厉害了！少拍马屁了。常平白他一眼，又看向娄玄义。我去时，马嬷嬷正给他穿小鞋呢。他就把之前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阿奴在一旁坐着补充，也包括娄艺兰去时说的那些话，听得娄玄义眉头微蹙。世子，三小姐掐半拉眼珠子看不上我，若是我还去的话，指定还会难为我的。要不然您就别让我去学规矩了，我一定跟你好好练功，绝对不偷懒的。这你就不要想了，什么时候把规矩学好，什么时候再回来。娄玄义睨了阿奴一眼，让他多学点规矩也好，免得日后老捅娄子。世子，阿奴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就被常平给打断了。你以为是世子能不让你去就不让你去的吗？这次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世子能保下你已经是万幸了。若是你再不去学规矩，那别人逮到把柄又有的说的。你趁早歇了这心思。哦，那我去还不行吗？没想到这么严重呢，那还是别给世子找麻烦了。
似是想起什么，又看向娄玄义。世子，那我可不可以明儿早上再去？为何？那儿的饭不好吃，还没有菜，还有那儿的床不带硬，还没有被子。娄玄义看着阿奴，就这生龙活虎的样子，若是这会儿回去了，那铁定是会露馅的。谢世子！阿奴开心的不行。长平大哥，我去看看晌午的鸡腿还有没有了。他喜滋滋的跑去了厨房，一想起那又肥又嫩的大鸡腿，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。娄玄义一脸的无语，昨晚上还跟傻子似的坐了一宿，这会儿就跟没事人似的，心真够大的。晚饭的时候，等长平进来时，他正大口的吃着鸡腿肉。好吃吗？老好吃了。长平大哥，我明个去学规矩了，有点担心。担心啥？我害怕三小姐再来找我麻烦。阿奴，这王府不像是在你家里，做什么事都要格外小心，但也不是一味的只能受欺负，有些事情你可以变通一下。咋变通？阿奴立马来了精神。长平这是话里有话。你只要不要别人挑出毛病来，其实什么事都可以做的。就比如方才别人没看到的，那就不是咱做的。次日一早，吃过早食之后，阿奴就去学规矩了。麻嬷嬷见到他真是又气又害怕。过去站着吧。是。昨日你们学的是站姿，今日你们要学的是奉茶，都给我瞧好喽。给主子奉茶时要目不斜视，不可以到处乱看，下巴不能扬起，神情也要极为尊敬。放茶杯的时候也不能有声响，更不能说笑。阿奴看了看，这大户人家事儿还真多，喝个茶还这么矫情。门外传来了说话声。麻嬷嬷。谁呀？麻嬷嬷起身站了起来，还未等出去，就见青莲从外面走了进来。哎呦，青莲姑娘，您可真是稀客呀！哎呦，麻嬷嬷，我就是没事过来看看你。青莲一边说，一边看向屋子里众人。阿奴一惊，这女人怎么来了？就看她瞅自己那眼神儿，估计没俺。青莲姑娘客气了，有什么事儿您就说。我还真有件事儿跟你说。青莲一边说着，一边给麻嬷嬷使眼色。好，那咱去外面说。好。二人笑着走了出去，来到外面一处拐角。青莲姑娘，有事儿您就吩咐。麻嬷嬷言重了，我就是替我家锦衣娘传个话，让您帮忙好好管教一下那个叫阿奴的丫头。说完，还从怀里掏出一锭10两的银子，塞到了麻嬷嬷手里。让麻嬷嬷费心了。哎呦，青莲姑娘，这不是我不帮你，你也是晓得，那主是世子院子里头的。昨日我只是稍加惩戒，他就晕倒了。长总管一来就劈头盖脸把我一顿臭骂。哎呦，幸好那丫头没事儿，要不今儿个我可未必都能见着您喽。麻嬷嬷，您看这样成不？我一会儿送2个人过来，若是发生什么事情，跟您也没关系。瞧着手里塞进来的10两银锭子，麻嬷嬷犹豫了一下。成，若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可不负责啊。好，这事就说定了，一会儿我就送2个人过来。屋子里的众人时不时就被打2下，疼的姑娘们一个个眼圈泛红，但也不敢吱声，乖乖地端着托盘跟着训练。但只有阿奴是例外的，瞧着他们被打得眼泪汪汪的，心里也挺不得劲儿的，但同时也挺庆幸的。幸亏自己是世子院子里的。正想着，门外又有了动静。麻嬷嬷，我们是来学规矩的。
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姑娘走了进来。是青莲姑娘要你们来的吗？是的。2个姑娘乖顺点头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回嬷嬷，我是姐姐，叫立春，她是妹妹，叫立夏。你们站在阿奴身边吧。是。转身站在了阿奴身边。众人再次端起托盘，又训练了起来。只是这一次，阿奴身旁多了立春和立夏。也不知是不是他们比自己高，比自己壮的缘故，总有一种压迫感似的。而且他们还有意无意地贴着自己，生怕被他们撞到。阿奴又特意跟他们拉开了距离，可他们很快又贴了上来。阿奴正想离他们再远一点，结果站在后头的立夏就猛地撞了他一下。阿奴直接趴在了地上，手里托盘也扔了。你这没长眼睛啊，大贫道也能摔跟头。麻嬷嬷狠狠地剜了阿奴一眼。麻嬷嬷，是他撞的我。麻嬷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站在那里不动的，挡了我的路才撞他的。立夏装成一副很委屈的样子。都瞅什么？赶紧练！麻嬷嬷又冲着众人敲了敲尺子。是。众人吓得赶忙又端着托盘练了起来。阿奴看着这死婆子是不想管了，又狠狠地瞪了立夏一眼，端着托盘练了起来。结果刚到一旁，立春和立夏又凑了过来，还未等阿奴躲开他们，就又朝他撞了过来。阿奴再次被撞趴在了地上，这次不但托盘掉在了地上，脑门还磕到了椅子腿上。阿奴一爬起来就气呼呼地指着立春和立夏。麻嬷嬷，他们撞我！哼，是你自己不小心，关我们什么事？是你自己不小心摔倒，往我们身上赖什么？才不是呢，就是你们撞的我！麻嬷嬷，他们是故意……阿奴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被麻嬷嬷给打断了。行了，自己走路都不看着，往人家身上赖什么？麻嬷嬷又狠狠地瞪了阿奴一眼。见阿奴没再说什么，立春和立夏一脸得意，二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再次贴了上去。正想像之前那样把阿奴再次撞飞，结果刚一来到跟前，阿奴就眼皮子一翻，晕了。麻嬷嬷，阿奴晕倒了。春兰忙招呼了起来。晕倒了？来人，把阿奴送回世子的院子。娄玄义这会儿刚从外面回来，还未等进到屋子，就见长平惊讶地看向了门口。这又是咋的了？赶忙奔了过去。阿奴姑娘身子太虚了，没练一会儿又晕倒了。麻嬷嬷让我们把人送过来。好，放着吧。是。见他们走了，长平没好眼神地看向了躺在板子上的阿奴。人都走了。哦，阿奴立马睁开了眼睛，笑着坐了起来。你这是怎么弄的？娄玄义来到跟前，指着阿奴额头上露出的那一块红，感觉像是伤到了，摔倒了，磕到椅子上了。你可真行啊！长平嫌弃地撇着嘴角。不是的，世子，是别人把我推倒的，而且他们还是故意的。那你就这么挺着。平时那能耐哪儿去了？白跟他学这么多功夫了。我没挺着呀，我这不回来了吗？你自己还觉得挺能耐是吗？娄玄义又白他一眼。早在第一次被推倒时就应该做出反应，额头也不会被磕破了。若是明日他们再欺负你的话，你还打算装晕吗？怂货，你就没想过要还回去吗？想过，但是我不敢，我怕给世子惹祸，到时候不但得赔人家银子，还让您为难。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太过小心，若你再一再忍让，换来的只能是他们的得寸进尺。那不然咋整？
我总不能跟他们对着干。在不惹祸情况下，你可以适当的还击。忘了长平跟你说的那些话了吗？啥呀？阿奴一愣，他咋不记得了呢？就是说，如果再有人欺负你的话，你不能明着对付他们，但可以暗地里下手。只要不被别人看到，他们的死活都与你我无关。这样行吗？怎么不行？只要没别人看到，那就不是你做的，想找麻烦也找不到你头上。但前提是你不能被人看到了。也行啊。阿奴眼里一亮，这招还真挺好的，他怎么就没想到呢？你平常的聪明劲儿到哪儿去了？娄玄义白他一眼，这丫头不是个蠢的，应该是上次事情把她给吓出手了。我不是怕给您惹祸吗？阿奴抿着嘴笑了。瞧着阿奴的头发都贴在脑门子上了，娄玄义伸手帮他撩了起来。你不热吗？明明长得挺好看的，却非要把这半张脸都挡上。那还行吧。阿奴忙往后撤了一步。去把我的扎发带拿过来。娄玄义看向长平，感觉这丫头的头发扎起来应该能挺好看的。是。长平愣了一下，转身进了内室，拿了一个盒子出来。娄玄义又拿来了梳子，将阿奴拉到跟前。别动。开始帮他扎起头发。世子，我不想把头发扎起来。阿奴捂着自己的脑瓜子，说头发扎起来脸就露出来了，万一被人相中咋整？就你这张脸，我们谁没见过？娄玄义白他一眼。那万一被外面的人看到了呢？看到了又怎么样？还能把你抢走不成？你们还杵着干什么？还不过来帮忙？长平咧着苦瓜嘴。我也没扎过。莫言也摇头，他哪干过这事儿啊？不会扎还不会学啊？哦。莫隐和长平硬着头皮也伸了手。三个大男人6只骨节分明的大手在阿奴的脑袋上忙活了起来。阿奴更是一脸懵逼，这怎么说着说着还给他扎上辫子了？世子，我瞅着阿奴好像不大适合扎辫子啊。长平看着阿奴脑袋上的小辫子。我觉得也是。莫言也赞同的点头。瞧着他们都直愣愣地盯着自己脑袋，阿奴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跑到铜镜前。当瞧见了满脑袋的冲天揪后，嘴角狠狠一抽。世子，要不我自己重新扎一下吧？若是这德行出去，那还不被人笑话死，以为他是个傻子。也可以。娄玄义点了点头，瞅着他扎好的头发，娄玄义他们默默点头。这个好。阿奴，你以后就这么梳头发吧，比那个西瓜头好看多了。是啊，这瞅着多顺眼呢。阿奴开心点头。等来到教习院时，大家都已经开始训练了。瞧见他进来，所有人皆是一愣。你是阿奴吗？麻嬷嬷直勾勾地盯着阿奴。是，麻嬷嬷，我是阿奴。哦，进来吧。阿奴，你真好看。春兰笑眯眯地望着阿奴。阿奴咧着嘴笑了。今日你们要学的是外运洒扫，都给我瞧好了。麻嬷嬷拿起一旁的扫把。这洒扫也是有讲究的，力气不能太小，也不能太大，免得扬起尘土呛到了主子们。都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一直到了晌午，麻嬷嬷手里尺子才算停了下来。用完午时之后，回来继续。是。众人乖顺点头，纷纷去了厨房。阿奴领了饭，也准备去隔壁屋子，结果就见立春一左一右堵在了门口。阿奴什么也没说。
见西边还有一个闲置的屋子，端着饭走了过去。一看他去了西边的屋子，立春和立夏相互对视了一眼，瞧着他们也跟着阿奴去了东屋。一个做饭的老妈子忙扯了扯马嬷嬷的袖子：“马管事好像要出事了，你要不要去瞅瞅啊？”“哎，就是，要不你赶紧去瞅瞅吧。”另一个老妈子也探头望了过去。吃饱了撑的没事做，把你们给闲的。马嬷嬷瞪了他们一眼，又拿着筷子吃了起来。一进到东边的屋子，就把饭碗放到窗台上。“你们想怎么样？”他看向了随后跟进来的立春和立夏。“看来你也不傻嘛。”“是青莲让你们来的？”“没错。”“那好，我打你们就不委屈了。”“就凭你。”“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。”阿奴话音一落，就一个扫堂腿扫了过去。死丫头，还有两下子！这次阿奴可不给他们机会了，一把扯住他们头发，可屋子轮了起来，一直把他们轮迷糊了，猛地一甩，跟叠罗汉似的趴在了一起，骑在身上就开始呼起了大嘴巴子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疼的立春和立夏一个劲儿的求饶，但阿奴怎么可能听他们的？这种人，你要不让他们好好长长记性，下次是不会老实的。惨叫声一直持续了将近1刻钟才停下来。就在他们以为阿奴已经被打死的时候，阿奴端着饭碗从屋里走了出来。春兰迫不及待地凑了过来：“阿奴，你没事吧？”“没事啊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？”阿奴端着饭碗吃了起来。抽空还得好好训练，打这么一会儿就累了。“那方才叫的那么惨的不是你吗？”小红也凑了过来。“没有啊，我没叫啊。”“那是立春和立夏他们在叫吗？”“不晓得。”阿奴摇头，又继续低头干饭。马嬷嬷眉头紧皱，那丫头咋能一点事儿都没有呢？那方才是谁叫那么惨啊？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起身站了起来，来到东屋一看，登时就傻了眼。“哎呦，你们这是咋的了？”马嬷嬷忙来到跟前，那丫头那么瘦弱，怎么能把他们两个打成这个样子呢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立春和立夏挣扎着动了动，不但已经说不出话来，想起来都没那个能力了。马嬷嬷一脸震惊：“赶紧去叫几个人过来。”“他们是你打的？”马嬷嬷沉着脸看向了阿奴。“马嬷嬷，您觉得我这小身板能打得过他们吗？”阿奴一脸委屈：“方才也只有你跟他们在一起来着，不是你打的是谁打的？”这丫头竟然不承认，是他们两个自己打的，为啥我也不晓得。“你们都瞅啥？规矩都学会了吗？”姑娘们吓得一抖，一个个缩着脖子跑了出去。瞧着一脸平淡的阿奴跟没事人似的，马嬷嬷更生气了：“你还在这杵着干啥？”若不是看他是世子院子里的人，早一棍子削死了。“是。”阿奴恭敬点头，慢慢悠悠地走了出去，把马嬷嬷都气坏了。一来到正堂就发起了脾气：“今儿这个规矩，你们若是练不好，晚食就别吃了。”就在大家心惊胆战时，门口传来了说话声：“姨娘，您悠着点儿。”青莲扶着秦姨娘走了进来。“哎呦，秦姨娘，您怎么来了？”“那小贱蹄子呢？”秦姨娘沉着脸：“秦姨娘说的是那丫头吧？”她指了指在一旁站着的阿奴：“她就是那丫头？这能是那个丑鬼丫头吗？长得也太带劲了。”“没错，她就是那丫头。”马嬷嬷笑着点头。秦姨娘没吱声，仔细地打量着阿奴。
真没想到这丫头长得这么带劲，难怪世子只留下她。原本来时这腔子都要气炸了，但这会儿瞧着阿奴这张美艳的小脸，又弯着嘴角笑了。嘿呦，还真是个美艳的人儿啊，世子可真有眼光啊。姨娘找我有啥事儿吗？阿奴懵逼地看着眼前的齐姨娘，我就是来跟你说说话的。齐姨娘说完，又看向了马嬷嬷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给我找间安静的屋子。马嬷嬷一愣，这齐姨娘不是来找这丫头算账的吗？怎的这会儿高兴成这个样子了？哦，是。将齐姨娘和阿奴他们带去了另一间屋子。姨娘找我有啥事儿就直说吧。没你的事儿了，出去吧。齐姨娘看向了马嬷嬷，真是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没看出她有事儿要说吗？是。马嬷嬷看了一眼阿奴，转身退了出去。瞧瞧这小脸儿，长得多招人稀罕呐！跟我说说，世子要没要你身子呢？看姨娘说的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婢女而已。婢女怎么了？这府里的姨娘有几个不是从婢女爬上来的？我跟你说啊，就你这小模样，若是上点心思，一定能被世子相中了。如今这世子院子里一个女人都没有，若你真的被抬成了姨娘，那可是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呀。姨娘，你想多了，世子还看不上我，我也不想当什么姨娘，就想把自己的事儿做好。你，齐姨娘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就被阿奴给打断了。您若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退下了。正要转身离开，又被青莲给叫住了。你别不知好歹，我们姨娘是看得起你，才跟你说这番话的。你怎么跟阿奴姑娘说话呢？齐姨娘白了青莲一眼，又笑着看向了阿奴。阿奴姑娘真是有志气。既然这样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不过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让你帮忙。啥事儿？是这样的，我想知晓世子院子里的一些事情。你若是告诉我，我是不会亏了你的。齐姨娘说完，看了一眼青莲，青莲立马从兜里掏出了一张100两的银票。若你答应，这些钱就都是你的。那你想知晓啥事情？其实啊，也没啥，你就多留意一下世子的事情，瞧着他每日都做什么，和什么人来往，只要你如实向我汇报就成了。那您还是把钱拿回去吧，我帮不了您。不瞒您说，我一个新来的奴才，根本就见不到世子，更不晓得世子在干啥。你看你这丫头，心眼儿太实了不是？见不到不会打听吗？你可以跟世子身边的人多打听打听，不就知晓他都在做什么了吗？那你也还是把钱拿回去吧，我怕打听不到您需要的。没关系，只要你多上点心思，打听到什么算什么，我不会难为你的。那这么说，不管我打听到啥，你都不能怪我了？当然不会怪你了。成，那这钱我就收了。不过这事儿你可不能让世子知晓，要不然我就完了。那是自然。齐姨娘心里一喜，真是个没长脑子的，几句话就给糊弄住了。那成，那我就先出去了，要不然马嬷嬷又该看我不顺眼了。你放心，日后她不会再欺负你了。马嬷嬷这会儿正抻着脖子往这边张望，见秦姨娘他们出来，咧着嘴来到跟前。秦姨娘，您说完了？马嬷嬷，阿奴这孩子身子弱，
日后还希望你多照顾一些。哦，是。成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好好学规矩吧。齐姨娘又拍了拍阿奴的手，跟有多舍不得似的，一步一回头的走了。都瞅啥呢？练不明白，今晚上谁也别想吃饭。马嬷嬷冲着众人喊了起来。次日一早，阿奴迷迷瞪瞪的下了地，洗了把脸才算精神，跟着大家伙去了隔壁的院子，见马嬷嬷已经等在那儿了。一会儿把规矩都给我走一遍。他挥着手里的戒尺，结果没练多大一会儿，娄艺兰就走了进来。马嬷嬷，规矩教的怎么样了？一进来，目光就在人群中扫视了起来。当瞧见阿奴那张美艳的小脸之后，一下子就愣住了。你是那个阿奴吗？回三小姐，就是那丫头。马嬷嬷谄媚地凑了过来。你过来，我看看你的规矩学得怎么样了。阿奴心里一惊，完了，这下要倒霉了。还是乖乖来到跟前，娄艺兰就夺过马嬷嬷手里的尺子，照着她的腿狠狠地就削了下去。会不会走路啊？赶紧给我继续练。娄艺兰得意地望着阿奴。是。阿奴点头，又端着托盘继续走了起来。结果还没走两步，娄艺兰手里的尺子又打在他的手上。阿奴痛叫一声，手里托盘不但掉到地上，上面的水碗也摔碎了。蠢货，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。娄艺兰又举起尺子，正要往阿奴身上招呼，阿奴就一咕噜爬了起来。还请三小姐明示，奴婢该怎样走才是对的？怎样走才是对的？好，那本小姐今儿个就教教你。把那裤子给我拎起来。为何要拎起来？像你们这种低贱的下人就不配穿衣衫，就应该都露着，让千人看万人叹。赶紧给我露出来！阿奴气得咬牙。你聋了吗？阿奴，没听到三小姐的话吗？还不快照做！马嬷嬷得意地咧着嘴，终于有能治他的了。把那条腿给我夹紧了，不能有缝隙。是。阿奴又夹起双腿。你腰腿那么直干什么？主子也是你能看的。阿奴又弯下腰，头也垂了下来。瞧着他这弯腰驼背又夹着双腿的样子，娄艺兰心情大好。不错，就这么走吧。是。不错不错，继续。奴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一旁的马嬷嬷也是一脸得意。都吵着干什么？照着三小姐说的练。是。瞧着他们一个个跟要饭的乞丐似的，娄艺兰开心至极。走得真不错。早知晓这里这么好玩，他就早过来玩了。只要三小姐高兴就好。马嬷嬷站在一旁谄媚地咧着嘴，一抬头就瞧见阿奴眼里不满，立马凑到娄艺兰的耳旁。三小姐，你看那贱蹄子是不高兴了。他敢！拎着戒尺气呼呼来到阿奴面前，还未等阿奴反应过来，一尺子就打在阿奴脸上。阿奴手里托盘直接掉在地上，捂着火辣辣的脸，眼圈顿时就红了。贱婢，你还敢摔东西！娄艺兰举起尺子正要继续打，一旁的小月就拉住了他。三小姐，今儿晌午还要去老夫人那用午膳呢，你得回去上妆了。这件蹄子什么时候不能收拾？哦，对，我差点把这事忘了。娄艺兰将手里的戒尺递给了马嬷嬷。你替我好好管教管教他，等我用完午膳再回来。是，三小姐您慢走。马嬷嬷弯着腰将娄艺兰送出院子，刚一进屋子，外面就传来了说话声。阿奴呢？谁呀？马嬷嬷又走了出去，见是长平，脸上又堆满了笑。
哎呦，常总管，您来啦！我来找阿奴，世子让他回去一趟。阿奴姑娘在屋里呢。马嬷嬷赶忙让开了身子。常平走进屋子，当瞧见阿奴那红肿的脸，还有嘴角的血时，当时就是一愣。你这是怎么弄的？常总管，这可跟我没关系啊！阿奴不是我打的，不信你问问他。不是你打的，那还能是谁打的？常平咬着后槽牙。是三小姐打的，不信你问她。马嬷嬷指着阿奴嘴角的血迹。是三小姐打的。常平诧异地看着阿奴。是三小姐打的。跟我回去，世子还找你呢。阿奴点头，赶忙跟在了身后。娄玄义正准备要出屋子，常平就领着阿奴气呼呼走了进来。世子，三小姐又把阿奴给打了。什么时候打的？为何要打你？就在方才，说我学的规矩不对，就把我给打了。那你不知道躲吗？我不敢，怕给您惹祸。走。怒气冲冲走出了院子。今日是老夫人召集大家伙来院子里用午膳的。等娄玄义过来时，大家伙都已经到齐了。祖母、母妃、二婶。他沉着脸坐了下来。玄义，这是怎么了？娄玄义没回老夫人的话，而是转头看向了娄一兰。一兰，我问你，为何要打我的人？这贱婢规矩学得不好，我教教她。他规矩学得好不好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又不是教养嬷嬷，有什么资格教她？母亲，你看大哥，为了一个贱婢，竟然吼我。玄义，你也是的，不过是个奴才罢了，也值得生这么大的气吗？二夫人嘴角挂着笑，但心里也是不高兴的。不过是一个贱奴而已，也至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数落女儿。但当他瞧见娄一兰身后站着的阿奴时，一下子就愣住了。这是那个丑那个丫头吗？二婶的意思是，奴才的命就不是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去三小姐院子里，把所有奴才都给我杀了，一个不留。娄玄义看向了莫隐，语气平平。是。莫隐点头，正要出去，就被娄一兰给拦住了。站住，不许去！娄一兰忙又转头看向了二夫人。母亲，你看看大哥呀！玄义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二夫人的脸也沉了下来。就像二婶和三妹说的，都是贱命而已，有什么可在乎的？娄玄义还是语气平平，说完又看向莫隐。还站着干什么？是。莫隐拱手，正要出去，又被娄一兰给拦住了。我不许你去！你还站着干什么？是。莫隐正要往外冲，就被老夫人给叫住了。够了！老夫人沉着脸看向娄一兰。你身为王府小姐，竟如此不贤，回去后闭门思过，罚抄100遍佛经。祖母，我教那贱婢规矩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错？有你这么教的吗？再说，教他们规矩是教养嬷嬷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娄一兰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就被老夫人给打断了。不抄满100遍，不许出门。娄玄义一回到院子，也把阿奴叫进了屋子里。日后若还是有人欺负你，能不能给我硬气点？他看着阿奴还红肿的半边脸，觉得刺眼的不行。我怕给世子惹祸。惹祸？
不还有我吗？你怕什么？娄玄逸的眉头皱到了一起。若早知晓上次的事情对他影响这么大，当时就不那么吼他了。阿奴心想，可得了吧，上次欠的1万两银子还1个铜板都没还呢，就是在捅娄子还得赔人家钱，他可不想再拉饥荒了。那若是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，你回来找我总可以吧？你是我的人，他们没有资格拦你的。成，这个可以的。那你记住了，日后若是再受了欺负，就赶紧回来找我。我记住了。行了，你回去吧。娄玄逸挥了挥手，挺好的一只小凶兽被他养怂了，有点郁闷。是。阿奴正要回去，又想起了件事儿，赶忙从怀里将那100两银票掏了出来。世子，我这有100两银子，先还给你一些。这钱是哪来的？是秦姨娘给我的。阿奴就把秦姨娘跟他说的那些话详细的说了一遍，听得娄玄逸眉头皱得更紧了。那你这是答应把我的事告诉他了？我答应了，但说什么就是我说了算了。世子，您放心，我是不会把重要的事情告诉他的。做得不错。娄玄逸满意点头，还行，没蠢到家。世子，那去掉这100两，我就欠您9900两了。去歇着吧。娄玄逸点头。是。阿奴这才转身走了出去。见世子把那100两银票放进抽屉里，长平一脸疑惑。世子，这钱您还真收啊？怎么不收？这是他欠我的。娄玄逸白了长平一眼，嫌你关心他似的。长平看了一眼莫隐，世子也太抠了。莫隐没吱声，因为他已经习惯了。次日一早，阿奴用完早饭后就去了教养院，和以往一样，早起那波已经练完了。见他过来，马嬷嬷毫不避讳地白了他一眼。日后早着点儿，别把自己当主子似的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你们今日要学的是……马嬷嬷的话还未说完，外面就来了动静。起身站起来，刚一出门就见到了万姨娘。万姨娘来了。马嬷嬷，阿奴在哪儿呢？在里面呢。您请进。我就不进去了，你把他叫出来吧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他说。是，那您在这稍等吧。马嬷嬷恭敬点头，转身进了屋子，很快就把阿奴给领了出来。哟，这脸还红呢，真是让人心疼啊。万姨娘，您找我有事儿吗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万姨娘笑了笑，见马嬷嬷在一边站着，嫌弃地挥了挥手。这里没你的事儿了，忙你的去吧。是，那老奴退下了。见他走了，万姨娘这才从袖子里掏出2张100两银票。这个你收着，喜欢什么就买点什么，若是日后没钱了就跟我说。万姨娘，这钱我不能要。阿奴把钱塞了回去。让你收着你就收着，跟我还客气什么？万姨娘又笑着把钱塞了过来。万姨娘，那你说说让我干啥吧，要不然这钱我不能要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。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世子院子里若是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希望你能告诉我。万姨娘，那我也跟你说实话吧，平时若是世子不找我的话，我根本就见不到他的，更不晓得他在做什么。不过我会尽量帮你打听，但能打听多少我可不敢保证。成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还能说什么？你放心，只要你尽力就行，我绝不会为难你的。好，那这事儿我同意了。
送走了万姨娘之后，阿奴进了屋子，正要端着托盘跟着练习，马嬷嬷就喊了起来：“没吃饭吗？后背给我挺起来！”阿奴吓了一跳，不晓得这婆子今儿个吃的啥，底气还挺足的。你叫啥？我打你还委屈了？马嬷嬷一把扯住了春兰的头发，上去就是好几个大嘴巴，直接把她嘴巴打出血了。尽管如此还不解恨，又抓着她的头发狠狠推了一下，直接摔到地上，额头还磕到了桌角，鲜血瞬间染红了半边脸。春兰！阿奴大惊，忙放下手中托盘，瞧着春兰满脸的鲜血，忙转头看向了马嬷嬷。马嬷嬷，春兰伤得不轻，赶紧去叫府医吧。叫府医？就他也配？一个低贱的奴才还不够一包药钱的，以为府医是给你们请的？马嬷嬷，春兰伤得真的很重。阿奴指着春兰头顶的伤口，给我继续。马嬷嬷看向众人，就像没听到阿奴的话一样，转身坐在椅子上，端起茶杯喝了起来。你再忍忍，我那有伤药，这就回去给你取。春兰双眼含泪，想说话，但已经没有力气了。阿奴撒丫子就冲了出去。长平正在跟娄玄义在院子里说着话，就见阿奴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。你咋又回来了？难不成这丫头又惹祸了？只是阿奴没有时间搭理他，他直接冲去了自己屋子，拎着装药的小篮子就往外跑，连停都没停，冲出了院子，看得长平一脸懵逼。你跟过去瞧瞧。娄玄义看向阿奴背影。哦。长平一路小跑追了过去，阿奴一路狂奔跑回了教习院。刚一踏进院子，就见两个家丁抬了一具尸体出来。春兰，春兰，春兰，我已经把药给拿回来了，你咋不等等我呢？是自己没用，要是再跑快一点的话，就能早点把药拿回来了。人已经没了。长平来到跟前，常总管来了。马嬷嬷笑着走了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丫头就是个短命鬼，摔了一跤还撞到了桌子脚上，怪不得别人。见他们要把春兰抬走，阿奴忙拦在前头。你们要把她抬去哪儿？京城外的乱葬岗。乱葬岗？阿奴皱眉，转头看向了长平。长平大哥，我想给他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葬了。成。长平点头。瞧着阿奴这样子，若是不同意的话，指不定会做出些什么。阿奴，今晚上回去住吧。瞧着这丫头情绪不大好，别再出点什么事儿。不了，长平大哥，我还是回教习院住。阿奴眼下眼里的恨意，今儿晚上他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。阿奴回到住所处，其他人还没有回来，来到大通铺前，四仰八叉躺在上面。春兰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你就这么死了的。正想着，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，姑娘们用完晚饭回来了。瞧见阿奴，一个个都着急地奔了过来。阿奴，你回来啦？阿奴，你把春兰埋哪儿了？我把她葬在京城外的一个山坡上了，那里风景挺好的。阿奴吸了吸鼻子，见她哭了，其他的姑娘也忍不住了，一个个都红了眼睛。夜色渐深，屋子里的抽泣声停止了，姑娘们都带着泪花睡了过去。见大家都睡着了，阿奴起身坐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穿上了鞋子，悄悄走出屋子，来到大墙根下，一个助跑翻过了墙，小心翼翼地摸到了厨房里，拿了一个抹布，
又奔去了马嬷嬷的房间，轻轻地推开了门，又溜进屋子，摸到跟前，将手里的抹布捏了捏，快速地塞进她的嘴里。马嬷嬷一惊，立刻就睁开了眼睛，还未等反应过来，阿奴带着滔天怒火的拳头就砸了下来，直接削到了他的鼻梁子上。马嬷嬷闷哼一声，而后就不动了。阿奴快速跳上床，开启了无差别的暴击，不管是脑袋还是屁股，拳打脚踢一顿输出，一直到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才停了下来。缓了一会儿，这才起身出了屋子。他前脚刚一离开，娄玄义就弯着嘴角从拐角处走了出来，就猜到这小凶兽不会这么忍下的，还行，没让他失望。迷迷糊糊时就又被人推醒了。阿奴，赶紧起吧，一会儿晚了又要挨打了。阿奴皱了皱眉，睁开眼睛一看是小红，有点失落。之前都是春兰叫他的，以后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。蹬了鞋子下了地，洗漱完和大家一起去了东院，结果左等右等也没见到马嬷嬷。马嬷嬷怎么还没来呢？小红探头向外面看了一眼，又等了好一阵子也没见马嬷嬷过来，就连厨房的2个老妈子也察觉到不对劲儿了。马嬷嬷还没来吗？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奔去了马嬷嬷房间。刚进去没一会儿，就跌跌撞撞跑了出来。杀人了！快来人呐！快，那老妈子领了几个家丁进了马嬷嬷的屋子。没一会儿，将已经被打得没有人样的马嬷嬷抬了出来。又过了好一阵子，一位身形偏瘦的中年妇人走了进来。你们都是来学规矩的，是吗？姑娘们纷纷点头。想来你们也应该知晓马嬷嬷出了事情，打今儿个起，这教习院就由我来接管了，你们叫我云姑姑吧。云姑姑。时辰不早了，先去吃午食吧，用过午时之后休息半个时辰再过来。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，正如大家期盼的那样，在学习规矩时没有再挨打，而且云姑姑对他们还挺好的。一会儿1个月过去了，该学的规矩也都学完了，这才各自不舍得回了各自的院子。见他回来，长平将他叫到了娄玄义的屋子。规矩都学完了？都学完了。阿奴点头，又从怀里将2张银票掏了出来。世子，这是万姨娘给我的。他又把万姨娘的话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听得娄玄义弯起嘴角。你这收获还不小啊。世子，去除这200两银子，我就欠您9700两银子了。明日休沐回来恢复练功。是。阿奴点头，转身走了出去。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。娄玄义瞪着长平和莫言，一看这眼神就知晓心里没想好的。没有。莫言和长平同时摇头，他们还能说什么？世子连几10个铜板都算计，这200两银子更得要了。搞不懂，对谁都挺大方的，唯独对阿奴抠得要命，真不知道世子心里是怎么想的。次日一早，阿奴吃过早食之后就准备回家，长平就从外面走了进来。阿奴，这是你练功赚的钱和你的月钱，一共是1两1钱银子。长平大哥，你糊涂了吗？我上个月不是没练功吗？还有这月银，我不是得去刘管家那儿领吗？世子说了，你规矩学得不错，就当是练功了。你如今是世子的人了，往后月银啊都不用去账房那边领了，由咱们院子自己发。真的？阿奴面色一喜。当然是真的，这钱不都给你了吗？长平说完，又将手里篮子递了过去。这熏鸡和肘子也是奖励给你的。长平大哥，那你也替我谢谢世子。翌日一早，
阿奴早早就起来了，来到了练功场，见世子已经坐在那儿了。你把之前学过的套路复习一遍。是。阿奴将整套动作练完，脸不红，心不跳，更没有一丝疲惫感，这让娄玄义更满意了。还不错，既然你记住了，那我今日就教你内功心法。他起身站了起来。若是想让你的功夫有杀伤力，那必定要调动你体内真气，而真气的根源就在这儿。娄玄义指了指腹下3指丹田的位置，开始详细的讲解了起来。世子，我感觉这里有点热热的。他摸了摸自己丹田的位置。哦，那你按照我的方法试一次。娄玄义指着身后的沙袋。是。阿奴来到沙袋跟前，按照娄玄义教的，气沉丹田，将真气缓缓引到了手掌，注视着眼前的沙袋，猛地一拳打了出去。结果下一秒，阿奴的拳头不但打坏了沙袋，就连半截手臂都插了进去。几人一愣。世子，阿奴竟然把沙袋给打坏了。莫隐吃惊地望着阿奴的手臂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。娄玄义弯起嘴角，又看向了一脸懵逼的长平。再去定做2个，要加厚的。好，是。长平回神，赶忙点头。在接下来的几日，阿奴就进入了紧张的集训状态。不知不觉又1个月过去了，阿奴的功夫可以说是突飞猛进。早起练完了功，他就去了娄玄义的屋子。世子，我得去万姨娘和齐姨娘的院子一趟了。为何？我怕他们怀疑，得去糊弄一下。去吧。娄玄义忍着嘴角的笑。要不我配合你一下吧。毕竟那好处费可都给他了。怎么配合？阿奴眼里一亮。你过来，一会儿过去呢，你就这么说。娄玄义将阿奴叫到跟前，和他摇起了耳朵，听得阿奴眼里一亮。行，听世子的。娄玄义满意点头，又转头看向了长平。去把药拿过来。是。长平走了出去，回来时手里抱着一个盒子，里面装的都是些瓶瓶罐罐的。娄玄义打开其中一个罐子，将里面的药粉抹在右手上，正要往阿奴脸上比划着，吓得阿奴躲到了一旁。世子，这是啥玩意儿？瞅着不像啥好玩意儿似的。你躲什么？我还能害你不成？娄玄义蹙眉，一把就把阿奴拽到跟前，用带着药粉的手往他脸上按了一下。哎呀，这咋这么痒呢？阿奴正想伸手去挠，就被娄玄义给抓住了。别动，忍一会儿就好。哎呀，世子，这老刺挠了。可以了，你去瞧瞧。娄玄义指了指旁边的镜子，阿奴赶忙跑了过去。当瞧见脸上那红肿的掌印时，当时瞪大了眼睛。哎妈，肿了！脸上一个又红又肿的手印，真的像被打了大嘴巴似的。去吧，这回不会有人怀疑你了。那我去了。阿奴走出屋子。万姨娘这会儿正在院子里坐着，见到阿奴还挺意外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万姨娘，我好像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儿，这才跑过来告诉您的。重要的事儿？可别又是世子喝的是什么茶，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之类的。青莲嘲讽地勾着嘴角。看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我糊弄你们似的。我一个最低等的奴才，见到世子都不容易，能打听到那些就不错了。唬谁呢？你青莲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就被万姨娘给打断了。行了，说吧，你过来找我有什么事？万姨娘，我今儿早上去厨房，发现长平总管在熬药，就多个心眼问了一嘴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长平总管不但没有告诉我，还急眼了，打了我一个大嘴巴，还让我以后不许什么都问。
虽说他以前对我们也挺苛刻的，但也没像这次这么严厉。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才特意跑过来跟您说一声的。熬药？那能不能是他自己吃的？咋可能呢？若是他自己吃的药，那随口说一下不就行了，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，还打了我一个大嘴巴。阿奴摸了摸自己红肿的脸，万姨娘也看向他的脸，确实是扇巴掌留下的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就觉着那药应该是给世子熬的，要不然他不可能那么紧张。那世子这段时间病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没见世子生病，这才觉得不对呢。阿奴，那你回去再好好打听一下，看看那药是给谁熬的，到底是治什么的。我可不敢了，长平总管都说了，想要活命就得少打听。傻丫头，你没听说过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富贵险中求。万姨娘说完，看向青莲，青莲立马从怀里掏出一张100两银票。万姨娘接过银票，又塞到阿奴的手里。你最好能弄到点药渣给我。那好吧，我再试试吧。不过这可是最后一次了。好，你尽管去做。万姨娘点头，瞧着阿奴走出了院子，满意的勾起了嘴角。这几百两银子总算没白给。阿奴一从万姨娘的院子里出来，就去了秦姨娘的院子，也和在万姨娘那一样，一见到他，秦姨娘就撇起了嘴。你怎么来了？秦姨娘，我过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阿奴就把在万姨娘那说的那套说辞又跟秦姨娘说了一遍。果然听了他的话，秦姨娘也信了。阿奴，那你想办法再打听一下，看看那是什么药，可以的话最好弄点药渣回来。秦姨娘，我不能问了，若是被发现了，他们会打死我的。他又是那副委屈又恐惧的样子。想过好日子，不冒点险咋能行呢？秦姨娘笑着从袖子里拿出100两银票，塞到了阿奴的手里。只要你帮我弄点药渣，这都是你的了。那成，那我回去试试。但这可是最后一次了，下次我可不敢了。好好好，就依你的。秦姨娘笑着点头。从秦姨娘院子里出来后，阿奴心里别提多美了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呢，又得了200两银子，这回又能多还点饥荒了。正想着，就被一个婆子拦住了去路。阿奴是吗？没错，你找我啥事儿？你跟我过来一趟，我们夫人找你有点事情要问。阿奴想拒绝，但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跟着曹嬷嬷去了。他又没得罪二夫人，应该不能把她咋样。跟着曹嬷嬷来到二夫人的院子，见她正在池塘边赏荷花。夫人，阿奴来了。阿奴，听说你去了秦姨娘和万姨娘的院子，你应该是个聪明的，那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。二夫人，您有话就请直说。把你告诉秦姨娘和万姨娘的事情跟我说一遍，这些钱就都是你的。二夫人晃了晃手里500两银票。二夫人，既然您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也就不藏着了。阿奴就把在秦姨娘和万姨娘那说的事情又重新说了一遍，听得二夫人双眼冒着亮光。那你也给我弄一点药渣回来，这些钱就都是你的了。成，那我想办法弄一些。阿奴点头。等从二夫人院子里出来时，这心跳还快得不行。那可是500两银子，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刚一踏进院子，就迫不及待跑去了娄玄义的屋子。看来事情办得挺顺利。
我就按您说的，他们一点都没看出来。阿奴开心的不行，又从怀里将那700两银子掏了出来。世子，这100两是齐姨娘给我的，这100两是外姨娘给我的，这500两是二夫人给我的。阿奴就将之前的事情详细的跟娄玄义汇报了一遍，听得他勾起了嘴角。没想到二婶也这么关心我。世子，那去掉这700两银子，我就欠您9000两了。娄玄义好心情的点头，正打算将银票丢进抽屉，就见长平和莫隐直直的盯着他，不用问就猜到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，白了他们一眼，将银票塞了进去。做得不错，回去练功吧。是。阿奴转身走了出去。见他走了，长平没忍住问了出来：主子，阿奴家的房子漏的都没有钱修了，您是不是应该给他留点儿？你若心疼，还不如你给他些银子。娄玄义睨了长平一眼，以前恨不得把那丫头赶跑，如今往死护着，好像别人都不如他似的。长平一噎，这下闭嘴了。午休过后，阿奴就去了厨房，将熬好的药渣分成了3份，每隔一段时间就送出去1份。等二夫人他们拿到药渣之后，就迫不及待地找人去看了。当得知这是治不举的方子之后，一个个都兴奋的不行。这下是真的确认世子是真的伤到了根本，而且应该还很严重，要不然药量不会下这么大，那他们的儿子就有希望了。得到了确定的消息，都开始谋划起下一步了。次日一早，阿奴练完功之后，正打算回去吃早饭，就被娄玄义给叫住了。今日上午不要练功了，随我出去一趟。出去？去哪儿啊？今日二夫人在后花园举办的赏花宴。长平把话接了过来。哦，那我换身衣服。瞧着他那磨破的裤子，娄玄义看向身旁长平。库里不是有几匹鲜艳的料子吗？得空给他做几身衣裳，再给他做几身练功服。是。长平点头，世子可算是大方了一把。阿奴吃完早饭后，就和娄玄义去了后花园，已经有不少客人都到了。娄玄义带着阿奴去了右面凉亭，已经有几位少爷在那坐着了。王妃和二夫人这会儿正在对面的凉亭和各位夫人聊着天。玄义，你这小婢女长得真是出众。说话的是耿侍郎的长子耿萧寒，正摇着扇子看向阿奴。娄玄义抿唇，虽未言语，但也看得出来心情不错。不知世子可否割爱，我愿意出1000两金买下这小丫头，如何？庄御史的长子庄瑞也笑着看向阿奴。娄玄义没吱声，回了一个你想屁吃的眼神。但阿奴可不高兴了，没好眼神的瞪着庄瑞，一看他就不像是什么好东西，说的话也这么招人烦。哟，瞧瞧瞧瞧，美人不高兴了。庄瑞指着阿奴气呼呼的小脸，这下阿奴更生气了，真想一巴掌呼死他们，没一个好东西。瞧着前面的茶水送过去了，转身走了过来，端起一个托盘，正要转身回来，就听到了沈嫣然的话：阿奴，给我们这边送壶茶来。说完还用胳膊拐了一下娄艺兰，示意他可以趁此机会拿着剑臂撒撒气的。对，给我们这边拿壶茶来。听到娄艺兰叫自己，阿奴心里挺抵触的，生怕三小姐再整啥幺蛾子。可这么多人在这儿，他又不能跟没听到似的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端着茶盘走了过去。正想放下茶盘走开，又被娄艺兰给叫住了。往哪儿走啊？我教你的那些规矩都忘了，还不快给主子们倒茶？就是，你这剑臂聋了，没听到三小姐的话吗？沈嫣然也在一旁帮着腔。阿奴看了他们一眼，这是要找事儿了，那就别怪自己了。弯下腰，将自己的裤腿子卷到了膝盖，露出了半截白皙的小腿，
又两腿一夹，弯腰驼背，还垂下了头，这才拿起茶壶给各位小姐倒茶。你这贱婢在干什么？沈嫣然指着阿奴露出的小腿，跟见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怪物似的，声音都变了。由于声音太大，将其他人的目光也都吸引了过来，瞧着阿奴这怪异的姿势，也都好奇地皱起了眉头。那奴才做什么呢？你这贱婢竟这般不知羞耻！娄艺兰一巴掌扇了过去，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裤子卷起来，真是个不要脸的狐妹子。三小姐，这不是您教奴婢的吗？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教过这些？三小姐，您忘了，您在教习院就是这么教奴婢的，还说像奴婢这种低贱的奴才，就应该让千人看，万人踏，就不应该穿衣服，应该给主子们找乐子。众人都震惊地望着娄艺兰，没想到堂堂王府的嫡出小姐竟然能说出这番浪荡的话，跟青楼的女子有何异？都不能用市井泼妇来形容了。我何时说过这些？你这个贱婢，竟敢当着众人的面编排我！由于太过气愤，以至于声音都喊破了，看在众人眼里就跟个发疯的悍妇似的。这也再次激怒了娄艺兰，举起手就要再扇阿奴一巴掌。二夫人来到跟前，住手，成何体统？母亲，这贱婢……娄艺兰的话还未说完，又被二夫人给打断了。闭嘴！又看了一眼旁边的阿奴，还不退下？等有机会再收拾他。是。阿奴恭敬地俯了俯身，转身回了娄玄义的身旁，瞧着世子沉下的脸色，忙垂下了头。世子生气了，是他做错了吗？王妃二夫人，我还有点事，就不打扰了。林夫人嘴角含笑，今日过来就是替儿子相看三小姐的，不曾想这三小姐竟然是这个性子。林夫人忙什么？不如再坐会儿吧。二夫人笑着拉着她的手，这些少爷里面，她只相中了他儿子，还想着跟他商量一下亲事呢。哦，不了，婆婆身子这2日不爽利，我得回去看着点儿。林夫人笑了笑，又给对面的儿子使了个眼色，母子连头都不回的就走了。见他们走了，另外几位夫人也站了起来。时辰不早了，那我们也回去了。又看了娄艺兰一眼，这种悍妇他们是绝对不会娶进府的。